鸡蛋不要再水煮了，只需要一块毛巾5分钟煮一锅，不破不粘，老嫩适中，特别的好吃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林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鸡蛋的做法也多种多样，煮、炒等，其实最传统、最简单的做法应该就是水煮鸡蛋了。平常煮鸡蛋，可能很多朋友就是放在锅中，加入适量的水就直接煮的，但这样总是会出现鸡蛋煮磕破，或者是煮老、口感变差之类的问题。煮鸡蛋有妙招，下面就跟着我一起来看看具体的煮制方法吧。根据家里人口的数量准备好适量的鸡蛋，在鸡蛋的表面都会有鸡粪便或者是其他的杂质、细菌之类的，我们就最好将鸡蛋多清洗几遍，将表面的脏东西洗掉。要是鸡蛋表面比较脏的话，可以倒点食盐搓洗，食盐不仅可以杀菌，它的细小颗粒还能增加摩擦力，这样就能更好的将鸡蛋清洗干净了。鸡蛋全部清洗干净，先放一边备用。接着准备一块毛巾，把毛巾放电饭锅里，家里普通毛巾就可以。接着再往里面倒入一点点水，可以将清洗干净的鸡蛋直接放在里面了。再将电饭煲的盖子盖上，按煮饭键，它自动煮好跳闸就可以了。可能很多朋友担心这样会导致电饭煲煮坏，其实完全不用担心。现在的都是智能电饭煲，当里面的温度以及水分到达一定程度时，就会自动跳闸。煮鸡蛋的时间取决于您想要的口感，我们可以参考以下时间：半熟蛋，蛋白凝固，鸡蛋黄未凝固，煮4到5分钟；全熟蛋，蛋白和鸡蛋黄完全凝固，煮7到8分钟；熟透蛋，蛋黄变硬，有锈色环绕，煮10到12分钟。几分钟之后，电饭锅自动跳到保温以后，如果比较喜欢吃不老不嫩的鸡蛋，我们就可以直接打开盖子，把鸡蛋给取出来。如果想要鸡蛋更加熟透一些，那么我们就可以让鸡蛋再受热一会，这样焖过的鸡蛋相对来说会更熟一些。鸡蛋捞出来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直接把鸡蛋放到凉水里面浸泡1-2分钟，这是利用了热胀冷缩的原理，让鸡蛋壳和鸡蛋能够快速分离出来，这样在我们剥鸡蛋壳的时候就会非常方便，蛋壳轻松分离出来。现在我们来看看煮出来的鸡蛋，不老不嫩，蛋香浓郁，而且鸡蛋里面的营养成分一点都不会流失，吃起来非常可口美味。这种煮鸡蛋的方法省时、省力、节水，而且煮出来的鸡蛋不会破裂。一般情况下，我们在煮鸡蛋时需要先烧半锅的水，既浪费水又浪费能源，而且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，同时需要人一直盯着。而有时候，即使我们认真盯着煮鸡蛋的过程，鸡蛋还是可能会出现皮裂或者开花等情况。经过使用这种煮鸡蛋的方法，鸡蛋熟度非常适中，而且质地十分嫩滑。鸡蛋不仅营养丰富，而且美味，是我们餐桌上最常见的菜品之一。那么如何挑选鸡蛋？今天小林就和大家说说买鸡蛋如何挑选到新鲜的鸡蛋。牢记3个诀窍，挑到新鲜好鸡蛋。1、挑红心还是黄心。在买鸡蛋时会发现，往往红心鸡蛋更受大家欢迎，价格也会更贵，很多人就会觉得红心鸡蛋好于黄心鸡蛋，于是更倾向于挑选红心鸡蛋。其实蛋黄颜色的深浅跟鸡蛋的营养成分没有关系，并不是越红的鸡蛋营养就更多，蛋黄的颜色主要取决于平时吃的饲料种类和鸡蛋内的色泽含量而定。
比如鸡妈妈在成长过程中吃的饲料中富含胡萝卜素、叶黄素等物质，那么生出来的鸡蛋大概率便是红心的。有些不良商家还会在鸡生蛋的时候，在饲料中加入色素添加剂，从而达到红心鸡蛋的目的。所以大家没有必要一味地追求红心还是黄心。2. 感觉鸡蛋的重量。鸡蛋在保存的过程中，蛋液中水分会不断地蒸发，随着水分的蒸发，鸡蛋内的蛋液也会逐渐减少，从而使鸡蛋的重量变轻。所以在挑选鸡蛋的时候，如果鸡蛋的个头差不多的话，我们就要选择重量较重的那一个，比较重的鸡蛋会比重量轻一点的鸡蛋新鲜。3. 晃动鸡蛋有声响的不能买。平时在家打鸡蛋的时候，也经常遇到此类情况，就是鸡蛋液很水，甚至是散开，其实就是快要变质或者已经变质的鸡蛋。像是这种鸡蛋主要就是放的时间太长了，或者是因为保存不得当造成的，尤其是闷热的夏季，鸡蛋更爱坏。为了避免买到这样的鸡蛋，我们在挑选鸡蛋的时候，可以将鸡蛋摇晃一下，如果有声响，那就说明鸡蛋液已经不新鲜了。像是这种鸡蛋，一般都是因为保存不得当，存放时间较长而导致的。鸡蛋中的二氧化碳会从蛋壳内渗透出去，蛋黄和蛋白会慢慢收缩，所以就会造成气势变大，所以鸡蛋液的活动空间就会变大，摇晃起来声响也就很明显。同样，如果是鸡蛋内部被细菌侵蚀，也会出现此类情况。应该买土鸡蛋还是饲养鸡蛋？应先确定我们是否买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土鸡蛋。土鸡应该是完全放养，环境没有污染，没有喂专门的饲料，主要以虫子、野草或蔬菜等为食物的鸡。土鸡在自我找食的过程中营养不均衡，但因为绿叶蔬菜吃得多，蛋黄中的类胡萝卜素含量高，故蛋黄的颜色更深一些。土鸡蛋的特点，大多个头比较小，壳较厚，蛋黄较大。研究表明，土鸡蛋里的营养素含量并不比饲养鸡蛋高很多，而且放养土鸡的产蛋环境卫生状况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。个别所谓的土鸡蛋更易受到环境污染。饲养鸡蛋的营养素含量比较均衡，个头比较大，蛋黄没有土鸡蛋大，但更安全卫生。到底怎么买？还是看个人喜好。以上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煮鸡蛋的小妙招，非常简单，特别实用。学会了之后可以省下很多煮鸡蛋的时间，不会将鸡蛋煮老了，或者是煮生了。这个煮鸡蛋的小妙招你学会了吗？好了，今天的美食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。喜欢的朋友可以给我点个免费的赞，谢谢您的支持，我们明天视频再见。